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石川洋二郎医生撰写的《如果停止大脑中的不愉快，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健康》一书。这本书包含了医学和生物学上非常重要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健康法，即使在生病时也能保持健康。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方法。书中提供了一套终身保持健康的方法，与社会上流行的只注重身体某些功能的健康法不同。他关注的是停止大脑中不愉快的部分。通过这种全新的方法，我们能够拥有终身健康。如今社会上即使治愈了疾病，仍然有许多长期不健康的人，但也有许多原本患病却仍然保持健康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健康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终于找到了答案，关键词是杏仁核。关键在于大脑停止做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你能停止让你的大脑感到不快，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变得健康。只要停止让大脑感到不愉快，就能预防免疫力下降，避免自主神经失调，调整日常身体状态。而且这种大脑功能可以在任何年龄段激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它不仅能让我们保持健康，还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是不是很有趣呢？现在让我们来关注杏仁核。这些内容可能之前大家很少听说过。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重点解释在本书中个人认为很重要的部分，希望能给大家启发。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我们将解释您感觉身体不佳的原因，是因为大脑一直在做不愉快的事情。第二部分，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过上让杏仁核愉悦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健康。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佳，是因为你的大脑持续感到不愉快。所以，我想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大脑一直在做不愉快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停止大脑做不愉快的事情，疾病就会消失，我们就会变得健康。事实上，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讨论大脑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已经知道，自主神经和免疫力等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受到大脑的重大影响。作者是东北大学医院的教授，也是癌症治疗的专家。此外，他还在当地的诊所担任医师，每天接受各种健康咨询，从普通感冒到身体不适。换句话说，作者既是从事最先进医疗的专家，又是参与地方医疗的医师，这在日本也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他每天都与患者打交道。在经历了这两个极端的工作之后，作者意识到通过调整大脑的某些部分可以实现健康。这一想法的触发是，他发现即使得了癌症的人也可能是健康的。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患病，却比癌症患者更不健康。作者在过去曾治疗过许多癌症患者，但他发现有很多人被诊断为癌症却没有任何自觉症状，而且突然感到不舒服的人也比想象中少。在医学上，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患病，但免疫力总是低下，经常感冒或身体不适。作者一直在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他持续研究健康人和不健康人的共同点，最终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杏仁核受到焦虑等不愉快刺激，会扰乱自主神经，降低免疫力。换句话说，无论是癌症患者还是健康人，他们是否感到焦虑，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健康。从古至今都有一句俗语说“病从心头起”，现在我们也从医学角度证实了这一点。换言之，我们通过将焦虑和不安等不愉快的刺激传达到大脑的杏仁核，触发了自主神经的反应，导致免疫力下降。杏仁核是大脑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负责判断各种刺激是愉悦还是不愉悦。例如，当你进入一个房间时，听到悦耳的音乐或者闻到香气时，杏仁核会认为这是愉悦的刺激，并通过作用于自主神经使我们的身体放松。相反，当你听到嘈杂的声音
或者闻到不好的气味时，杏仁核会认为这是不愉悦的刺激，并通过作用于自主神经，使我们的身体立即处于战斗状态。如果我们经常不断地遭受不愉快的刺激，我们的自主神经会失调，免疫力会逐渐下降。战斗状态只是一种紧急情况的反应，因此，如果长时间让身体保持紧张状态，那么免疫力等就会不可避免地下降，这是很容易想象到的。所以，通过调整周围的生活习惯，增加杏仁核判断为愉悦的刺激，我们的自主神经就能保持稳定，免疫力也会提高，从而保持健康。进一步加强杏仁核本身，使其对轻微的不愉快刺激不再过度反应，你就能保持稳定的健康状态。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对吧？如果每次周围有些许嘈杂声或狗叫声等小刺激都让杏仁核反应过度，使你每次都处于战斗状态，那么与不容易受到小刺激影响、杏仁核反应不强烈的人相比，健康差异也就能理解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大量不愉快刺激，导致自主神经失调和免疫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保持健康的原因。因此，通过稍微调整生活习惯，消除不愉快的因素，进一步强化你的杏仁核，就能够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深刻刺激时，避免自主神经失调和免疫力下降。综上所述，调整杏仁核、改善生活方式是保持健康的最佳途径。那么，为了避免给杏仁核带来不适的刺激，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基本上，只需遵循以下3点，过上无不适的生活即可。第一点，避免给皮肤带来不适的刺激；第二点，避免从眼睛、耳朵、鼻子、口腔带来不适的刺激；第三点，避免给肠道带来不适的刺激。这些措施可能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但实际上非常简单。举例来说，让杏仁核不感到不适的生活方式可以包括以下几点：早晨醒来后，进行5分钟的手足摩擦，将闹钟换成音乐，经常注意保持喉咙湿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执行的事情。事实上，根据作者的说法，采用调整杏仁核的健康方法的患者，仅在1天的治疗中就取得了显著效果，症状减轻，药物使用量减少。直到现在，大家可能并没有太多意识到杏仁核的重要性，但通过调整杏仁核，可以有效地促进大脑制造出健康的身体。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大致浏览了这本书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我想再稍微详细地探讨一下，特别是关于杏仁核等的深入解释。作者提到，健康与疾病仅取决于2个环境：1、身体的外部环境；2、身体的内部环境。在实践健康方法时，重要的其实只有这2点。那么，首先来看看第一个，身体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与外部刺激的战斗中。外部刺激可以是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季节突然的变化、烟草烟雾等。另外，食物、药物等从外部进入体内的物质也可以视为外部刺激。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与身体接触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外部刺激。我们需要善于控制这些外部刺激，爱护好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是第2个，身体的内部环境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体内的环境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平衡，这种体内平衡的状态称为内稳态或恒态。自然界有一句话叫做"自然不喜欢变化"，而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它不喜欢变化。当身体发生任何变化时，维持平衡的机制就会受到影响，内部环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一旦内部环境失去平衡，身体对外部刺激的防御就会变得脆弱。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大致浏览了这本书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我想再稍微详细地探讨一下，特别是关于杏仁核等的深入解释。作者提到，健康与疾病仅取决于2个环境，即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在实践健康方法时，
重要的其实只有这2点。那么，首先来看看第一个，身体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与外部刺激的战斗中。外部刺激可以是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季节突然的变化、烟草烟雾等。另外，食物、药物等从外部进入体内的物质也可以视为外部刺激。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与身体接触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外部刺激。我们需要善于控制这些外部刺激，爱护好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是第二个，内部环境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体内的环境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平衡。这种体内功能的维持称为恒定性，或者称为体内环境的平衡。自然界有一句话叫做“自然不喜欢变化”，而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它不喜欢变化。为了维持环境的平衡，恒定性就会被破坏。一旦恒定性受损，内部环境就会受到影响，身体对外部刺激的防御就会变得脆弱。换句话说，免疫力就会下降。为了健康长寿，我们需要关注身体外部和内部环境。身体外部环境指的是生活中给身体带来刺激的一切，而身体内部环境则指维持健康的恒定性。因此，为了保持健康并且不受外界刺激的伤害，我们需要关注和保护身体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这就是健康的基本。特别要注意的是外部环境，因为外部的不安和恐惧会影响到内部环境，从而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为了保持健康，我们需要善于应对外部的不安和恐惧等不愉快感觉。我们将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安、恐惧和担忧等统称为焦虑形象。正是这种焦虑形象成为了阻碍我们健康的最大因素。因此，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不要让这种焦虑形象过于强烈。同时，需要了解如何不过度刺激杏仁核，因为杏仁核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我们的身体有3种具体的传感器：1. 皮肤传感器； 2. 眼睛、耳朵、鼻子、口腔等感觉器官传感器； 3. 肠道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直接接收来自外部的刺激，因此，如果意识到这3种传感器并保护身体免受外界刺激，杏仁核就不会被激活，你就能保持健康。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保护这些传感器，以保持健康的原因。接下来第2部分，我想探讨如何养成让杏仁核愉悦的生活习惯，从而自然地保持健康。接下来，让我们针对皮肤传感器、眼睛、耳朵、鼻子、口腔等感觉器官传感器以及肠道传感器，分别介绍具体的方法。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改善皮肤传感器的生活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在醒来后缓慢地搓搓手脚，持续5分钟。早晨是身体从休息中恢复活动能量的重要时刻，交替的自主神经在此时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会交替工作，以维持自主神经的平衡。然而，早晨时分，这2个神经会同时作用，导致自主神经的不稳定。因此，早晨接受的刺激对于调整杏仁核至关重要。究竟是给予愉悦的刺激以调整杏仁核，还是给予不愉悦的刺激以干扰杏仁核的稳定，将直接影响当天的状态。因为一旦早晨扰乱了杏仁核，整个一天都会受到影响，难以达到杏仁核愉悦状态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如何在早晨给予皮肤传感器舒适的刺激，以维持杏仁核的稳定。让我们特别培养早晨让杏仁核喜欢的习惯。刺激皮肤传感器是非常有效的。事实上，我们的皮肤与神经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皮肤的刺激感觉会传达到大脑和神经中，特别是手和脚具有非常敏感的感觉。有许多不同的健康方法，如手指按摩穴位和足底按摩等。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当人们想要了解如何刺激皮肤传感器时，很多人只关注应该按摩哪些穴位或者选择哪些地方。但重要的不是刺激的位置，而是刺激的方式。在早晨起床后，手和脚的按摩是最适合的时机。我们的身体反应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早晨我们的活动水平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增加。此外，在早晨皮肤温度较低时，神经传导速度会变慢。换句话说，早晨是一天中神经传导速度最慢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内，缓慢地按摩手和脚，让皮肤变暖，可以逐渐提高身体的反应速度，并调整杏仁核的状态。接着，下一个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当你醒来并起床后，你可以搓擦双手，然后按摩或搓擦脚底。这样做非常简单，尽量让手脚变暖，直到感觉到温热为止。虽然这样做只需要5分钟，但已经足够了。这种刺激会作为第2次刺激传达给杏仁核，让它充分唤醒并做好准备。慢慢唤醒杏仁核是掌握早晨时间的关键，请尝试实行这种习惯。每天早晨花5分钟慢慢搓揉手脚，你会惊讶地发现，一天的开始会更加舒适愉快。现在我们转到第2个主题，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如何给眼睛、耳朵、鼻子、口腔等器官传感器提供舒适的刺激。早晨的习惯就像之前提到的皮肤传感器一样重要。如果你正在观看这个视频，你可能听说过生物钟这个词。事实上，已经发现当生物钟失调时，从一天开始，杏仁核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种通过利用器官传感器来调整生物钟，并从内部稳定的方法。调整生物钟最好的方法是让身体暴露在阳光下，因为阳光是给予身体最好刺激的来源。在早晨醒来时，尽量让自己沐浴在阳光下是非常重要的。阳光可以调整身体的节律，防止杏仁核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我建议大家尽量在早晨花上大约10分钟享受阳光，以提高自己的效率感。那么，为什么说大约10分钟是最佳的呢？实际上，这个时间段正好能够给杏仁核带来额外的刺激。具体来说，当暴露在阳光下时，会释放出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叫做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重要的激素，它能够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对治疗抑郁症也有很大帮助。同时，血清素还能够抑制杏仁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充足的血清素对杏仁核有益的原因。因此，保证血清素的充分释放对于杏仁核的稳定非常重要。要释放这种神经递质，并不仅仅是暴露在早晨的阳光下就能做到的，关键在于花足够的时间，慢慢地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下，大约10分钟左右。我想要强调的是，请给自己留出时间，特别是在早晨享受阳光。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有点忙，早晨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晒太阳？或者我想多睡一会儿，没有时间晒太阳。但是如果早晨匆忙开始，杏仁核将无法得到足够的刺激，自主神经将紊乱，一天将毁于一旦。因此，早晨慢慢沐浴在阳光10分钟，是投资于度过美好一天的最佳方式。我希望你能优先确保这段时间。除了早晨花上大约10分钟沐浴在阳光下的习惯外，我还强烈推荐另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停止闹钟的同时用音乐来唤醒。刚才我们提到了利用阳光刺激视觉传感器，但在早晨醒来时，还有另一个可以有效利用的器官传感器，那就是听觉传感器。在早晨的习惯中，通过听觉感觉器官的刺激来保持杏仁核的稳定非常重要。我想问问大家，你们通常是如何醒来的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设置闹钟或手机闹钟来叫醒自己，然而用事先设定的闹钟或手机闹钟叫醒，而不是在自然的时机醒来，会导致在不自然的时机被突然的闹钟声吵醒。这肯定是一种不舒适的刺激，会使杏仁核受到很大的干扰。因此，我建议至少使用音乐来取代闹钟。研究表明，相比于用闹钟叫醒，用音乐叫醒更加舒适。此外，有些音乐甚至能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音乐能够让人心情愉悦，身心得到平静。因此，我建议大家在早晨用音乐来唤醒自己，这将是度过美好一天的一种优雅方式。
如果你在早晨的闹钟里设置音乐，可以考虑选择一些怀旧的曲目，尝试将你小时候喜爱的音乐、学生时代常听的歌曲，或者刚刚踏入社会时听过的曲子设定为闹钟音乐。这些带有回忆的音乐会让我们感觉非常舒适。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突然听到一首怀旧的音乐时，心情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感受到一种安心和舒适。实际上，研究表明，听情感化的音乐的人，杏仁核的反应更积极。因此，在早晨醒来时选择一首怀旧的旋律，可以给杏仁核带来愉悦的刺激。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刺激视觉和听觉的习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利用嗅觉有效调整杏仁核的习惯。实际上，嗅觉是一种可以直接刺激杏仁核的感觉器官，因此比视觉和听觉更为重要。从身体结构来看，杏仁核的位置非常接近嗅神经的位置。在进化的过程中，使用嗅觉来感知外部信息对于生存至关重要。例如，当闻到危险的气味时，我们会立即远离该地点；当闻到异常的气味时，我们会怀疑是否有异常发生。此外，甚至连动物也会根据气味做出决定，比如判断前方的食物是否腐烂。因此，嗅觉器官传感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这一点，也出现了利用气味进行治疗的方法，比如芳香疗法等。薰衣草常被认为能够平息过度活跃的杏仁核，缓解焦虑情绪。当我们闻到令人愉悦的香味时，会感到放松，因为嗅觉与杏仁核密切相关。我们对于体味等也非常敏感，这同样是因为嗅觉与杏仁核密切相关。不好闻的气味会刺激杏仁核，所以要克服这种感觉并不容易。如果一个人人品很好，但身体的气味有点不好，我们可能很难克服这种感觉，因为气味直接影响到杏仁核。因此，在考虑我们的健康时，有效利用嗅觉传感器非常重要。对于女性来说，保持敏感的嗅觉状态比麻痹嗅觉更重要，因为这会刺激杏仁核，使其保持良好状态。嗅觉本身的锻炼并不容易，但通过培养生活习惯，尽量避免衰退是可能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下2个重要点：第一点，避免使嗅觉变迟钝的刺激；第二点，尽量感受新鲜事物的气味。嗅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退，长期以来过着相同生活的人可能会不敏感于微妙的气味变化。由于嗅觉是一种非常敏感的感觉，长时间过度使用嗅觉也不利。长时间使用香水等产品，让身体散发相同的气味，对嗅觉来说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注意，并不是说只有香水不好，而是因为持续接收相同的气味会变得不舒适，所以建议避免长时间保持同样的气味。比如在充满烟雾的房间里长时间待着也是不好的，强烈建议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感受新鲜事物的气味对嗅觉来说是一个良好的习惯。短时间内接触多种气味可以有效地利用嗅觉传感器，给杏仁核带来愉悦的刺激。因此，避免长时间待在同一个空间，转移到新环境也可以有效地改变气味。比如在工作场所，长时间坐在同一个位置是不好的，建议至少每隔2至3小时就换一个地方。如果杏仁核长时间接收相同的外部刺激，注意力也会下降。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工作或者做事时感到疲劳时，换个地方就能重新集中注意力，这是因为杏仁核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器官传感器，即口腔。保持口腔湿润是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水分来滋润口腔，并随身携带水分，以防口腔干燥。口腔干燥会使听觉变得不敏感，更容易受到深刺激的影响，因此尽量保持口腔湿润是很重要的。此外，除了预防干燥，保持口腔清洁也很重要。早上醒来后，首先要清洁口腔，因为口腔在睡觉时可能会充满细菌。通过漱口和刷牙来清洁口腔，
并最好使用牙线清洁牙缝。牙缝是食物残渣和细菌滋生的地方，所以作者建议早上用40至50度的温水漱口，这是个好习惯。以上是关于让第二个感觉器官受益的生活习惯的解释。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第3个关于如何培养肠道传感器的健康习惯。就肠道而言，作者指出，相比于实践各种细微的习惯，认识到一个简单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这个原则就是简单明了地将肠道清空。当提到这一点时，可能会有人感到困惑，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无法做到让肠道完全清空。无论是谁，都可能经历过便秘导致肚子胀满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在开会或坐火车时感到肠胃不适、紧张不安。事实上，我们知道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肠道环境的变化会传达到杏仁核，引起深刻的刺激并影响决策能力。如果肠道出现问题，比如排便不畅或肠道通畅度不佳，这些情况都会被杏仁核视为严重的刺激，导致自主神经紊乱。为了保持肠道通畅，除了避免过量进食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还应该养成不要错过上厕所的时机的习惯。在饭后30分钟内进行散步或其他轻量运动等，效果会更好。虽然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用药物来缓解便秘，但最重要的是保持上厕所的时间。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法在需要时去厕所，这种情况导致便秘并不少见。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在决定工作之前，观察一下工作场所的厕所情况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能否方便的上厕所对于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另外，想要促进饭后排便，最好在饭后30分钟内进行一些轻量运动，比如散步。当然，也要注意不要过量进食，并确保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享了关于3种器官传感器的重要生活习惯。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些内容很平凡，但通过坚持每天都能实践的日常生活习惯，我们才能真正保持健康。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健康法，只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些习惯是好的，并坚持不懈的实践。通过这样的坚持，你肯定会变得更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为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而努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